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现代人的大脑中积累了很多的毒素，这是一个明显的事实。通过脑影像可以清楚地看到，由此导致大脑难以发挥其本来的能力。这些毒素可能来自于环境污染、不健康的饮食习惯、压力和焦虑、睡眠不足等多种因素。然而，通过改变饮食，我们可以减少大脑中的毒素。在本视频中，我将概述专注于抗衰老和认知疾病治疗的专家白泽卓二先生所撰写的《排除大脑毒素的饮食》一书。本书介绍了最新的医学研究发现的预防和改善认知疾病的策略，以及提高大脑性能所需的饮食建议。过去我们普遍认为大脑像一道严密的防护墙，不会受到外界有害物质的侵害。然而，最新研究表明，大脑的保护并非如此坚不可摧。即使是微小的缝隙，也可能让毒素侵入。作者假设大脑中已经积累了毒素，并提出尽量避免向大脑输入毒素，我们就可以避免诸如阿尔茨海默病等大脑的功能障碍和疾病。作者主张通过改变饮食来实现这一目标。此外，作者还指出，健康和长寿必须同时存在。作者长期从事健康和长寿方面的研究，为此，作者强烈推荐从40岁开始，致力于排除大脑毒素的饮食方式。对于听到这个消息的40岁以下的人来说，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我们的大脑将不断积累毒素，导致大脑性能下降，无法发挥其本来的潜力，并增加患认知疾病的风险。因此，尽早将介绍的排毒饮食纳入生活中是值得推荐的。排毒饮食是提高大脑功能、预防认知疾病和生活方式疾病等威胁的有效手段。接下来，让我们在掌握了这个重要前提的基础上，更深入地解释本书的内容。今天的视频内容如下：一、关于不给大脑添加毒素的饮食；二、关于排除大脑毒素的饮食；三、解释排除大脑毒素的习惯。现在就让我们从第一部分开始。关于不给大脑添加毒素的饮食，在开始实践排除大脑毒素的饮食之前，我们首先要在这里掌握关于不给大脑添加毒素的饮食的知识。作者着重强调的排除大脑毒素的饮食方法，糖分限制。在你们中间，可能有人将其视为降低血糖或减肥的饮食方式，或者尝试过更进一步的生酮饮食。事实上，限制糖分的饮食对于不给大脑添加毒素非常有效。作者本人也长期实践这种方法。为什么限制糖分如此有效呢？原因在于限制体内摄入的碳水化合物量会减少糖与蛋白质结合并加热，从而减少形成毒性增强的老化蛋白质，即糖化终产物 （AGE）。这也是阿尔茨海默病的危险因素之一。此外，限制糖分摄入还可以预防血糖异常，这些都是限制糖分摄入饮食的好处。但是，有些人可能会对糖分限制饮食的摄入量感到困惑，不知道一天可以摄入多少糖分。答案是仅需摄入15克。事实上，我们的身体每天只能处理这么多的糖分，2汤匙糖的重量约为18克，我们每天能够处理的糖的量是非常有限的。所以，通过糖分限制饮食可以有效地排除大脑中的毒素。此外，我们日常摄入的糖分不仅仅来自白砂糖，我们的主食如米饭、面包和面条中也含有大量的糖，这是众所周知的。顺便说一下，便利店的一个饭团重约100克，含有38克的糖，这已经超过了一天所能接受的限度的2倍。正是如此，我们不仅仅是在主食如米饭、面包中摄入了糖，而且还在进一步摄入糖果、馒头、巧克力等，这样的情况非常危险。因此，作者建议首先将白米替换为糙米，每天摄入约50克，并向患者推荐相同的饮食方式。油也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东西。作者建议将会产生毒性的油替换为具有药用效果的油。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油对健康有害，因为它含有高热量，容易导致发胖。然而，这种观念现在已经过时且过于简单粗暴。脂肪虽然可以摄取少量的能量，但对于食量较小的人来说，它是绝佳的热量来源。
并且可以成为细胞膜、各种激素和核膜等的构成材料。此外，它还有助于促进脂溶性维生素，如维生素 A、维生素 D、维生素 E 等的吸收。如果过于坚信所有的油都是有害的，可能会导致身体缺乏必要的脂肪。实际上，最近的科学研究已经确认，摄入油脂并不会导致发胖，所以请放心。从防止产生毒素和减少大脑和身体炎症的角度来看，近年来备受关注的是富含 Omega-3 和油酸的特级初榨橄榄油，富含中链脂肪酸的椰子油和 MCT 油。摄取这些油是必要的。属于 Omega-3 类别的油包括亚麻籽油和胡麻油中的 Alpha 亚麻酸，以及鱼类中含有的 EPA 和 DHA， 两者都具有抑制炎症的作用。亚麻籽油、胡麻油、椰子油和 MCT 油都是对身体非常有益的油，建议每天不加热的摄取其中一种油，一勺即可将其作为习惯。我们应该在这一天中进行区分。接下来是关于非常重要的橄榄油的解释。橄榄油不容易氧化，可以抑制大脑炎症，其中含有的欧洲橄榄酚是丰富的抗氧化成分，非常出色且对人体有益。橄榄油有很多种类，如特级初榨橄榄油、纯橄榄油等，但请选择未经过热处理或化学处理的特级初榨橄榄油。现在即使不需要特地去健康食品店，也可以在超市方便地购买到特级初榨橄榄油。接下来是另一个重要的油——中链脂肪酸。椰子油的主要成分就是中链脂肪酸，它具有不易转化为中性脂肪的特点，对预防肥胖也有帮助。如果您不喜欢椰子油独特的甜味和香气，可以尝试 MCT 油，每天1勺左右就足够了。它没有味道，没有异味，可以加入烹饪或咖啡中摄取。好了，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解释了很多种有益的油。那么相反的，我们日常应该注意哪些油呢？这就是反式脂肪酸和 Omega-6。反式脂肪酸与心脏疾病有关，在一些国家已经有了严格的规范限制。请注意糕点、面包、饼干、零食中使用的人造黄油和起酥油等。此外，大豆和菜籽油中富含的 Omega-6，摄入过多会导致动脉硬化、高血压、脂肪肝、自身免疫性疾病和过敏等问题，所以也需要谨慎。这些成分在加工食品和外卖行业中经常使用，摄入过量是一个问题。如果您总是外出就餐，那就需要注意了，因为在餐厅中通常使用大豆或菜籽油，因此如果您总是外出就餐而不知不觉地摄入过多的 Omega-6，会对大脑和身体造成各种危害。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解释了油的相关内容。现在我们来解释大家都喜欢的肉类。一般流通的牛肉，饲料主要是大豆、玉米等谷物，谷物含有较多的碳水化合物，因此会导致肥肉增加。为了快速生长，有些国家使用了有致癌风险的激素。另一方面，被认为最安全的牛肉是草饲牛肉，它们在广阔的牧场上放牧并食用草料。这是牛本来的饮食习惯，几乎不含碳水化合物，肥肉不会过多，而且富含维生素的瘦肉。近年来，除了进口的草饲牛肉，国产的也越来越容易获得。接下来是关于猪肉和鸡肉的解释。国产的猪肉和鸡肉没有使用激素，但仍然使用抗生素，所以我们对待肉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对于所有的肉来说，我们应该持有的态度是：如果无法确认肉的来源，尽量不要食用。然而，牛肉和猪肉中的瘦肉富含现代人缺乏的锌，因此作者建议将肉的摄入视为摄取锌的手段，并适量的摄入瘦肉和蔬菜的组合。好了，肉的解释到此结束。接下来我们来谈谈麸质。最近我们经常听到无麸质的说法，据说麸质会引起肠道炎症。麸质是小麦萌芽过程中所需的蛋白质，它存在于小麦中。关于麸质，人们进行了各种讨论，但许多研究人员指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麸质是有害的。如果吃了面包、乌冬面、素面、蛋糕、馒头等食物后出现腹泻、便秘，或感觉不舒服、注意力下降，那么您可能对麸质敏感。您也可以接受抗体检查
或过敏检查，了解自己是否对麸质过敏，但这可能有点麻烦。如果您觉得麻烦，您可以尝试在2周左右彻底去除小麦、大麦、黑麦，然后检查您的体感和身体状况是否有所改善。如果您停止食用小麦后感觉身体状况变好，那么您可能对麸质过敏。顺便说一下，我认识的一些人完全停止摄入麸质后，鼻炎很快就痊愈了，所以我认为值得一试。我们已经解释了很多信息，接下来第2部分，我们来谈谈关于排除大脑毒素的饮食。为了顺利排除大脑中的毒素，我们需要调整肠道，使排便通畅。如果出现严重的便秘，导致腹部胀痛，便便在肠道内停留的时间过长，其中的毒素会再次释放并被身体重新吸收，这是非常危险的情况。此外，我们也知道，当肠道菌群紊乱，坏菌滋生时会产生有毒气体。如果能将有毒气体通过放屁排出就好了，但如果一直憋着不放，这些气体也会被身体重新吸收。所以在吃了具有解毒作用的食物后，我们应该禁食那些有助于调整肠道的食物，改善排便，使毒素能够顺利排出。接下来，让我们具体介绍一些有助于调整肠道的食物：牛蒡、山药、蘑菇类、木耳、纳豆、糙米、魔芋、菠菜、枝豆、芝麻、春菊和猕猴桃等。当然，并不是要记住上面列举的所有食物并全部摄入，而是从中选择自己能接受的食物，并每天摄取其中的一种，意识到调整肠道的重要性。比如，我选择糙米来调整肠道，您可以选择吃牛蒡来调整肠道等等。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简要介绍了排毒食材，但关于排毒饮食的要点是多次强调，每天摄取具有益处和功效的食物，请记住这一点。好了，信息量有点多，希望您能记住。接下来第3部分，我们来解释一下排除大脑毒素的习惯。在本书中，除了介绍排毒食物，还介绍了一些排除大脑毒素的习惯。我想稍微介绍一下，首先是睡眠。睡眠对于排除大脑毒素非常重要，所以请与饮食一起认真对待。毕竟大脑的解毒是在我们睡觉的时候进行的。人类细胞具有自噬作用，即细胞自行分解受损或结构异常的细胞，并将分解到分子水平的蛋白质重新利用，以生成新的细胞。这是细胞的循环系统。这种自噬作用在我们的大脑中也在日常进行着。之前在解释16小时进食法一书中也有提到，通过保持16小时以上的空腹，这种自噬作用会发挥作用，并带来各种好处。如果您对此感兴趣，可以参考那本书。现在让我们回到睡眠方面。在睡眠中，细胞的自噬作用会更加活跃，细胞会自行吞噬受损部分或结构异常的部分，并自行修复。此外，睡眠中分泌的生长激素不仅可以生成新的细胞，还可以进行修复。只要保证足够的睡眠时间，大脑中的毒素就会被彻底清除，新的细胞会生成，受损的细胞会自动修复。此外，在睡眠期间，我们不会进食，所以不会受到糖类对大脑的影响。为了有效排除大脑毒素，调整睡眠也非常重要。对于忙于工作和家务的人来说，首要任务是确保充足的睡眠时间。虽然无法一概而论每个人应该睡多少小时，但如果您总是感到极度的困倦，那么您的睡眠时间可能不够。作者建议首先确保足够的睡眠时间。理想情况下，晚上11点后不要再看电视、电脑、手机等液晶屏幕，尽量在午夜12点前上床睡觉，保证7至8小时的充足睡眠，并且不需要闹钟就能自然醒来。人体内部的生物钟周期被认为是25小时，比地球周期的24小时稍微偏差1个小时。通过早晨的阳光可以重置生物钟，并调整脑内传递物质血清素和褪黑素的分泌，这也会影响睡眠。因此，尽量在早晨完成晚上未完成的事情，这样就可以重置生物钟。这样做会有很大的不同，所以请尝试一下。由于信息量比较多，我希望您能记住这些。现在
我想介绍一下除脑毒素的习惯。在这个频道中，我们已经总结了大量关于睡眠的书籍，所以如果您觉得自己睡眠不足，或者觉得大脑中的毒素没有在睡眠中排出，我建议您仔细阅读关于睡眠的书籍摘要，掌握有关睡眠的知识也是推荐的。接下来是强调的一点，即解决便秘、水分不足和缺乏运动。说到解毒，并不是指某种特殊的草药，实际上，我们的身体每天都在自动进行解毒，在体内消化、吸收和代谢过程中也进行了解毒。大脑的排泄过程也是解毒的一部分。排泄通过粪便、尿液、汗液、毛发和指甲等方式进行，大致比例为粪便70%，尿液20%，汗液约3%，毛发和指甲各1%。身体内的毒素不要积累，尽量迅速排出是理想的。为了实现这一点，首先要避免长时间便秘，不让粪便停留在结肠中。如果粪便在结肠中停留时间过长，就有可能重新吸收本应排泄的毒素。正如之前所说，同时在这个过程中，水分也会被吸收，所以严重的便秘会导致毒素难以排泄。因此，让我们从自己能做的事情开始，确保充足的水分摄入，并每天排尿7到8次也很重要。如果您上厕所的次数很少，可能是因为缺水，食物中也含有水分，但饮水量和饮料水的摄入量以每天1到1.5升为宜。当你醒来时，喝1杯水或白开水，大约1杯的量就足够了。然后从早上起床开始，经常补充水分，不仅限于水。富含抗氧化物质的咖啡，富含杀菌和抗氧化剂的茶叶，如含有茶多酚的绿茶，具有缓解压力的茶氨酸等也是推荐的。最后，让我们谈一谈出汗对于排毒的重要性。出汗是排毒最有效的方法之一。通过出汗，重金属、农药、药物和食品添加剂等毒素会随汗液排出。此外，据说在低温桑拿浴后的汗液中，甚至含有海洛因。这就表明出汗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解毒方法。运动出汗当然也是好的，但最高效的出汗方法是使用低温桑拿或红外线桑拿。如果您对此感兴趣，请尝试在谷歌上搜索排毒、低温桑拿等，了解一些相关信息。除了解毒的好处外，桑拿还能让人感到非常舒服。今天的内容是否对大家有所帮助呢？我们详细解释了如何彻底排除大脑中的毒素。当然，要全部实施可能有些困难，所以我建议您在观看视频时，选择那些你喜欢的、觉得容易实施的方法，然后尝试去实施。通过这些努力，我们可以帮助大脑恢复健康，提升认知能力和生活质量。请记住，排除大脑毒素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坚持下去，你会看到积极的结果。祝大家身心健康！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